朋友們，布拉格的廣場沒有許願池，也沒有白鴿，鴿子都是灰的。但每到冬季，成千上萬的人都會來到這裡，只為體驗最誇張、最熱鬧、最正宗的聖誕集市。嗨，我是喜歡帶你探尋美食的肉仔肉，咱們逛吃系列新年篇，熱鬧出發。在歐洲，大部分的城市是在過聖誕節，而布拉格更像是在等待聖誕。一下飛機啊，我們就體會到了這裡濃濃的節日氛圍，就連我們入住的酒店都在大堂裡備好了免費的熱紅酒，給遠道而來慶祝聖誕的旅客們暖暖胃。就它有果味，但是又不太甜，然後你又喝得到恰到好處的肉桂、丁香跟八九桂皮的那个味道，不错。放下行李，幾乎沒有停留，我和肉嫂便馬不停蹄地出發了。穿過布拉格的老城區，一條條被時間打磨的斑駁的石板路，我們來到了這座城市歷史氣息最為厚重的地方——老城廣場。那個逆風好笨拙啊！感覺像那種喝醉了路都走不成頭的人。哎，有沒有小夥伴看過這個動畫片啊？鼴鼠先生啊，都說捷克這邊泰國按摩特別便宜哈，沒想到是這種隨地大小按，這也太誇張了吧也。前面就是布拉格最出名的老城廣場聖誕集市了哈，抽。自中世紀以來，這裡便是布拉格的城市心臟，是權力、信仰與民眾日常生活交匯的地方。廣場四周環繞着高聳的雙塔哥特教堂和記錄時間流轉的布拉格天文鐘，不同歷史時期的彩色立面層層疊加，彼此對話。而被這些名勝古蹟包圍着的，正是歐洲規模最大、歷史最為悠久的聖誕集市之一。從每年11月底的點燈儀式，聖誕樹亮起的那一刻開始，直到次年的1月初，每天從正午到深夜，這裡始終都是布拉格最熱鬧的存在。慕名而來的遊客與熟門熟路的當地居民都匯聚在這裡，分享着熱騰騰的美食、暖胃的熱紅酒，以及冬夜裡最濃烈的節日氛圍。人群摩肩接踵，燈火通明，整座老城廣場就這樣在寒冬中被人群與燈光重新給點亮了。It's very nice. 進入集市的第一攤，我們要排的當然是布拉格街頭最吸睛的甜點——煙囪蛋糕 Tledennik。在遊客眼中啊，它幾乎已經成了捷克的標誌性甜點。但有意思的是，它其實從來都不是捷克的傳統糕點，而是一個典型的旅遊城市二次創作案例。而更有甚者，它也並非是真正的蛋糕。傳統的做法是將發酵後的黃油麵包麵團拉成長條，再一圈一圈地纏繞在木質圓柱模具上，裹上砂糖和肉桂粉，再放到炭火上緩慢地旋轉烘烤。炭爐的高溫迅速將麵團烤熟，同時讓表面的糖粒焦化，形成一層酥脆的外殼。高溫下的美拉德反應與焦糖化反應疊加，再混合着炭火的煙燻香氣和肉桂的甜香，在空氣中緩慢擴散開來。一波又一波的遊客啊，循着應運而來的香氣，被吸引到攤位前，心甘情願地掏出了那一枚枚硬幣。Thank you. Bye. 柴火烤出來的蛋糕，外面裹滿了糖，然後裡邊厚塗了一層榛子巧克力醬。我的天！我覺得它其實更像是麵包哎，它不像是蛋糕，因為它是有一點點筋性的那種口感。你要說它有多好吃呢？其實也就那樣，它就是一個很有麥香的，然後微微帶一點點柴火香氣的，甜度很高的一個薄薄的麵包，然後塗上了巧克力醬，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而且畢竟是捷克這邊的國民級點心哈，來了還是要來打個卡的。好甜啊！就說到這種節日氣氛濃烈的這種甜點哈，另外一個你會想到的類似的東西就是西班牙的油條，或者叫吉士果 churros， 都是裹滿了糖，然後還要蘸巧克力醬。但這個能比 churros 稍微再健康一些，因為它是炭烤的，沒什麼油。除了可以一飽口福的美食之外，集市上各色工藝品小攤也都非常的可愛，各式各樣的聖誕樹掛墜和手繪的雪球都是備受追捧也非常有特色的當地紀念品，同時啊，也是聖誕集市中不可或缺的氣氛組擔當。
你们看哈，捷克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其實世俗化程度非常的高了。現在只有不到10%的人是信教的，而且其實並不是那種特別虔誠的教徒。但是你看，就是一到聖誕這種跟宗教強相關的節日，聖母跟耶穌還是會被放在 C 位的。這種甜甜的東西最好討小孩子開心了，真的是。但看着就覺得很高興。看着就是糖分爆表。你們看啊，巧克力版的糖葫蘆。哎，在被那個煙囪蛋糕幹 hold 住之後呀，我和肉草決定先放棄甜的，必須得找點鹹的，先墊上幾口再說。Thank you. Thank you. 這個算是一個他們的傳統菜的改良版吧，土豆大餃子，但它外面裹了一層炸粉去把它炸了一遍，然後裡邊包的是餡兒。它這個應該是那種意式牛肉肉醬的那種感覺哈。怎麼說呢？還可以，它好像甜了餡兒的油炸窩窩頭啊，一模一樣的感覺，因為它這個東西都是蒸出來的，是真的在炸的。它裡邊牛肉餡調味也還行。就在吃窩窩頭的時候呀，我們瞥見了這個長的隊伍，然後循着一股熟悉的香味，我們就準備點一個街頭人氣小吃來試試。Thank you。我能不來點辣椒麵？好。OK。這個東西叫做 Lagos， 就是中東歐非常流行的一種小食哈，其實就是咱們國內的油餅，就是炸的餅冰，然後上面鋪了很厚很多的餡料。我們要的是非常傳統的味道，酸奶油、奶酪，還有炸洋蔥的。但是你們肉少上面撒了巨多的辣椒粉，我都害怕剛剛被老闆逮住。讓我們來試試這個味道啊！沒有了餡兒。哦，它真的超級像油餅跟油條，它是那種筋性很強的麵團，而且很有麥香味，加上那種餡料，我覺得就沒有不好吃的道理。它外面是超級酥脆的。哎，我2口都沒吃到餡料，好煩啊！而且吃完這個我也理解了為什麼捷克人很喜歡吃意大利披薩的原因，只不過一個是油炸，一個是窯爐烤出來的版本。它跟披薩好像，是不是啊？它的那個挺節，挺好吃的，酥脆軟軟的。碳水吃夠，總得來點肉吧。中歐波西米亞地區的飲食啊，講究的就是一個粗獷豪放，炭烤大豬腿和各式各樣的烤腸熱狗，只需1份就能輕鬆放倒一個成年人。我們實在吃不了麵包了，但是我看它那個炭烤的腸實在太香了，所以就單買了1根腸。爽！我先乾為敬。哇，太甜了！總的來說哈，我覺得還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節日的氣氛。來的真的遊客比例真的是非常的高，但是還是能找到很多有意思的當地美食的，像我們今天吃到的那個Lagos，然後煙囪蛋糕，還有那個叫什麼來着？大坨坨那個圓球球，還有土豆圓球球，其實都是非常有特點的捷克美食。總的來說，還是大家都非常的開心。新的一年加油哦！午夜時分，我們也是隨着逐漸退去的人潮離開，待到太陽再次升起的時候，我們再好好逛一逛布拉格這座歷史名城吧。你們看啊，這個就是要給錢的誇上和早上免費誇上的區別。我感覺有時候自己就像個誇上警察一樣，跑到全世界每個地方都去檢查別人誇上做得好還是不好。哎，我覺得做的不好的誇上最大的通病哈，其實就是黃油用的太少，或者是黃油不夠好。那我來幹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白的是什麼呀 ？Cream cheese。你再加個腸，會不會被驅逐出巴黎啊？大逆不道的事情在法國。
超级好吃。吃完早饭即刻出发。布拉格这座被节日气氛包裹着的城市啊，并不只在广场热鬧，圣诞的气息早已悄然延伸进了一个又一个的街区。这种小型的社区圣诞集市啊，也随意的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等待着你去发现。肉嫂子在试戴的这种毛毛帽，便是当地最夯的冬季时尚单品。它在布拉格的地位啊，就像巴黎人的围巾、伦敦人的氈帽，还有东北人的貂。哎，这个好看。给肉师傅买了一个貂，这是你的，我先借戴一下。我怎么有一种在看《射雕英雄传》的感觉啊？荒野求，荒野求生也行。当然，在圣诞集市那肯定少不了吃的呀。任何一个地方的圣诞集市都一定会有的东西哈，西班牙的 churros 集市果。OK，thank you。Give me three。你们肉嫂啊，在包里掏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掏出2个欧的零钱，终于买到了3个捷克小泡芙，这个也是他们这边传统糕点，让我们来试一试。所以随身放零钱的重要性。它里边的焦糖卡士达酱做的还挺好吃的，还不错吧？它本来是20捷克币一个，差不多就是0.8欧一个的样子，然后我们给了2欧，还给了我们3个，还可以，確實做的還不錯呢。我們一路走回到昨夜來過的老城廣場，還沒到正午，集市和人潮就已經讓這裡再次忙碌了起來。借着白天的日光，我們也終於得以完整的看清了四周這些名勝古蹟的全貌。而就在廣場的一側啊，這座建於1410年，而至今還仍在運轉的世界上最古老之一的天文鐘，靜靜地佇立在人群之中。在這個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通過手機手錶知道時間的年代，我們早已不再需要它來告訴我們現在是幾點鐘了，但依舊有成千上百的陌生人願意在這裡停下腳步，抬頭等待整點報時的那一刻，只為參與這一次跨越了600多年的時間儀式。啊，好詭異啊！為什麼還有人拿鋸條啊？是木匠嗎？還有人拿刀？他可能想展示各種職業吧，但是怎麼感覺有點像《電鋸驚魂》。當然，我們回到這裡也是要順道完成一個肉嫂昨晚沒有辦法實現的心願，那就是坐馬車遊覽一下布拉格的街道。人家在倒車，倒車請注意，倒車請注意。體驗一把布拉格的馬車，它價格其實也不算便宜哈，1000克朗是坐20分鐘，也算下來有20歐一個人，對，一共40歐。它是一個馬車，然後1000克朗。對，就是你人多的話，其實還更有優勢。人多的話，攤下來人頭就比較便宜嘛。而且好晃啊，朋友們，我現在手持，感覺整個人都在抖。你後面有一個摩托車隊跟着，有點好笑。太抖了，太抖了。遊逛在布拉格的街道啊，你會明顯感覺到一種違和感。不同於以秩序感著稱的現代超級都市們，這座城市的建築佈局乍看之下是有些凌亂的，但這種凌亂並非缺乏規劃，而是一座城市被歷史一層層堆疊，慢慢砌出來的結果。這座兼容並包的古老城市啊，既躲過了2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也避開了大規模商業開發的浪潮。於是，主要的古城區得以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被近乎完整的保留了下來。當我們從高處俯瞰布拉格，看到的從來都不是統一風格的城市天際線，而是一部攤開的歷史畫卷。紅色的屋瓦代表着的是中世紀的生活延續，直指天空的尖頂象徵着的是權力和信仰，而情緒濃烈的巴洛克風格與精雕細琢的新藝術風格彼此交錯，層層疊加，使得這座城市更像是一本攤開的立體的建築百科全書，為過客們介紹着人類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在城市的另一面，那些交錯縱橫的小街小巷，又仿佛是一塊畫家的調色盤，柔黃、淺粉、灰藍、淡綠在石牆上排布開。只因為在門牌號出現之前，顏色就是人們最直觀也最可靠的身份標識，所以布拉格的色彩啊，從來都不是為了取悅今天的遊客，而是從幾百年前就開始書寫的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已。City Walk 中間能量補給站，但是它這個糖給的也太多了吧，我的天！太可怕了，不是開心果嗎？怎麼是黃色的呀？我把糖給它撇一撇。你在點單的時候你說 no sugar， 小哥都驚了，說我上面全是糖，你跟我 no sugar。吃不断了，你咬吧。它有比集市上更好吃吗？它这个开心果酱好吃。它很纯的开心果酱。这也是為什麼它不是綠色的原因，因為開心果烘烤完了之後，其實本來就是這種棕黃的顏色。很純，我覺得比集市上那個好吃，集市上那個實在太甜了。鑑於肉嫂晚上還約了音樂會，所以我們決定在路邊的社區聖誕小集市裡找點東西填肚子。人家很有追求的了，人家烤焦化了才割下來。你們肉嫂已經悄悄買了烤腸回來了，我還在等我的豬肘子。就是因為我們在聖誕市場應該便宜一些。然後這小餃子裡邊，它其實就是土豆加麵粉做的麵疙瘩，然後用酸菜跟那個肘子的邊角料一起燴的。然後這就是我們的大肘子，但是你看，他給我們切了2塊淨瘦肉，哇！我嚴重擔心這個會老，這簡直比我減脂餐的雞胸肉還瘦，太瘦了，他一點肥筋跟皮都沒給我們切，我的天！他應該那個烤焦的都切完了，給我們的都是這種淨瘦肉。行吧，減脂餐吃到布拉格了。它的好吃就在邊，好吃，堅持只能火鍋對吧？這種小型的音樂會啊，其實在歐洲還真的挺多的，特別是像布拉格這種本來音樂氣氛就特別濃厚的地方，演奏水平呢，一般來說也不會特別高，但是勝在就是他會找這種環境氛圍特別好的地方，且票價真的很便宜。想體驗一下這種活動的朋友們啊，來歐洲的這些大城市，你們可以找一找，蠻有意思的。布拉格的音樂氣氛還是很好的，其實有很多的藝術家啊，或者是就是音樂家、藝術家是經過布拉格，對，或者是短暫在這裡停留過，或者是在這裡演出過，就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大家，貝多芬、莫扎特，這些都是跟布拉格有很深的淵源的。傳說在1780幾年的時候，莫扎特也在這個廳演奏過管風琴。其實古代的這種教堂或者禮拜堂，或者但凡跟這種宗教性質相關一點的建築哈，在做的時候都會考慮到這麼一點，因為大家有沒有音響，有沒有話筒，好的聲學結構跟這種材料其實是做這一方面建築的一個很基本的，特別適合用來演奏音樂的地方。好啦，不知道你們是否喜歡布拉格的聖誕集市呢？不知道你們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部分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也非常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逛吃、喜歡聖誕氛圍的朋友們。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們一起去探索和製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們記得一定要關注和訂閱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一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Peace out。